欢迎观看《说文解字》系列视频。在现代汉语中，仇主要表示深切的怨恨，如仇恨、报仇。它还可引申为指代敌对之人，如仇人、仇敌。但你是否想过，仇为什么与数字9有关？又是否知道，在历史上，仇曾与求通用？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探寻这个字的起源，并介绍一些与之相关的常用词汇。你或许知道，仇在现代汉语中除了读作仇，在作为姓氏时还读作求。实际上，在古文字中，它的读音便是求。值得注意的是，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尚未发现求字的形态，而到了秦朝小篆中，求字呈左右结构，左侧为人，右侧为九。求是一个形声字，其中九作为声旁。作为个位数中最大的数字，9也被引申为众多或极致之意。说文解字中解释道：9，阳之变也。也就是说，9是阳数的极限，象征着变化与极致。换句话说，求这一读音比仇出现得更早。事实上，在历史上，求曾与求通用，意指配偶或伴侣。在我们熟知的《诗经》首篇《关雎》中，就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句，意思是温婉贤淑的女子是君子所向往和追求的良配。而在先秦竹简中，这句诗往往被写作君子好逑，可见逑最初的含义便是配偶、伴侣或匹配之意。既然数字9寓意至极，我们可以将含有9部的逑字最初的含义理解为相守一生、白头偕老的伴侣。到了20世纪汉字简化的过程中，仇被合并入求字，求这一读音才逐渐演变出仇的发音。在汉语中有一个词汇求仇，今天多读作仇仇，也可写作仇仇，意思是仇人、冤家对头。从这一意义来看，求与仇实则同义。说文解字中也有记载，求，仇也。从人，九声。从造字本意来看，仇是一个会意字，由锥、棘、鸟和眼组成，其左中右结构的形态与它的一体字上下结构的仇字都描绘了两只鸟对鸣的场景，原意是鸟类求偶。与人类相似，求偶成功则皆大欢喜，但不同的是，鸟兽求偶失败后往往各奔东西，而在人类社会中，关系的破裂可能会演变为仇恨，甚至敌对。因此，仇逐渐引申出怨恨、对立之意，而今天的仇字有仇敌之意，正是源自这一变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4个常见且含有仇字的成语，了解它们的含义和用法。报仇雪恨，意指对侵略者或加害者进行反击，以洗刷过去的耻辱和怨恨。嫉恶如仇，形容对邪恶势力深恶痛绝，憎恨他如同憎恨仇敌一般。同仇敌忾，表示全体一致怀抱对敌人的愤恨，齐心协力抗敌。反目成仇，指原本和睦的关系因矛盾或误解而破裂，最终演变成敌对状态。例如，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终于有机会报仇雪恨，让那些曾经伤害他的人付出代价。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见到不公正的事情从不袖手旁观。面对外敌入侵，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誓死保卫家园。曾经的好友因一场误会反目成仇，谁也不愿意先低头和解。现在，你应该已经明白了仇与9之间的关系，以及仇这个字如何从最初表示配偶的含义，逐渐演变为今天的仇敌之意。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请记得帮我们点赞。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